对。这样除了是陪谈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提供？像比如说，可能像外国我们每次看戏，不是有那种什么团聊，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服务吗？有，我们都有，就是读书会，比如说我们读书会都是会找一本书，书都是以心灵成长的这些书来带动，还有心灵陪谈，团聊，心灵陪谈就是团聊来讲，就是有一个主题，就往这个主题来带，就让大家可以来分享自己的看法跟想法这些，甚至有身心灵成长课程，也有课程，我们都有在办。我们过去一直都一年都会办1-2次的那个心灵成长课程，会邀请台湾的一些的那个讲师进来。其实主要的目的，其实第一个也是在推广这个身心灵的概念然后第二个也希望是在这个的地方，就是古晋这个地方，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而进入来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时间去推广。其实很多人是在受苦了，可是只是不了解，找不到一些的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是个案来做完陪谈了之后，虽然是好像是有4次5次了之后，他们都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心结解了，但如果他没有持续去成长自己的话，他还是慢慢会导回自己的惯性。面对社会上的一些的问题还是怎样，他就慢慢就会导回他的情绪，还是解不了。因为我们结又带打回去了。是，所以我们都会鼓励我们的个案多学习在心灵成长这一方面，这让他自己更能认识自己，然后帮助到自己。我们比较都会让个案去看到一些的不同的一些的层次跟不同的一些的思维意思是说，刚刚我们在讲的就是刻板的观念嘛，刻板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个信念不容易去转变的时候，所以才会碰到这些生命里面的困难。那我们其实是让患者个案慢慢去看到，其实是说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的思维可以慢慢有一点弹性的时候，我们的出路可能有不同的出路，稍微是让一些个案去看到一些的可能性跟一些的他可以处理他的困难的一些的方式，他就比较会有兴趣有意愿，就是再继续走上去。因为绝对只是靠我们这样去做諮商，很多人有些时候做了之后会觉得情绪会一些的流动我们说流动就是说好像能够突然间好像会可以放下很多，可是我们的头脑里面其实很快就会把它这个松掉了，很快就再拉回来。所以我们在讲一些不管是读书会或者是一些心灵的团聊，一个团体的一起的那个团聊，或者是一些心灵成长的工作坊，其实这个是对于生命长期的一个成长是很重要的。对，那每一天都有面对人，那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是，所以我们有一个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自我觉察。自我觉察里面是每天都有事情，你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一个感受，有些时候都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到不同的东西。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去这种练习的话，我们每一个情绪、每一个不爽、每一个状态，我们很快就想，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它忘掉，这件事情赶快过去。我们只要不碰到，我们就没有困扰，碰到了才会觉得困扰。可是是说每一天很细微的情绪感受或者是什么的东西，我们有些时候都值得我们去看到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我现在是怎样的，我现在是
处于什么样的一些的状态，或者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个东西就是很习惯的一直有在做自我觉察的这个部分的话，才会对自己会慢慢越来越认识，跟越来越有一些的方向，就慢慢改善嘛。是，需要时间嘛，所以呢这些东西真的是就像小 baby 这样，他开始学爬走路，然后再慢慢走得稳，然后才慢慢会跑。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只是我们做智商，我们几个小时或者是几个礼拜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就突然间由爬的会变成会跑的，这个是生命的经历，是它是一个经历，对，毕竟这种是成长嘛，就是尤其是性格这之类的东西，它肯定是要用上的时间。对，是没错。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BDS Cafe 这样陪谈啊分享，你们是如何去收费？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蛮关心的。来我们这边做陪谈的话，是以1小时1小时80块，然后这个80块是可以在3个月里面换取我们 cafe 里面来我们这里消费跟换取我们的书，我们的心灵书剧。所以就是80块，然后陪谈1个小时，但是这个80块是可以在这边换取食物或者是消费这样。对，消费在3个月里面。3个月里面，所以你们是给他一个包车还是？是，但是也有我们团队也有考虑到，是有些个案是在经济上里面对问题的话，我们都会做评估，符合了之后，我们都会以免费跟他们做心理辅导。这样免费。那如果大家是民众想要来多了解的话，可以直接来到我们 BDS Cafe 这边柜台这边做预约，还是说可以用我们的电话联络。这样我们过后会把那个联络号码资讯会放在我们的那个 video 那边。那我想让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这边古晋的心灵的那个团队。你们可以分享，就除了你们2个，可能还有谁还是说哪里合作这样 ？OK， 目前就是在这个赛事推广，我们主要是在这个BDS Cafe， 主要是我们2个人在做一些的协助了。然后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在开办一些心灵课程，心灵成长课程，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些其他的那个组员。我们一起在推动，所以在 BDS Cafe 目前还是我们2个人为主了，我们主要是以赛事身心灵推广的方向来去做这个的部分。之后我们也跟那个西马的那个新时代的平台，他们也在做这个身心灵的他们也包括也在做线上或者实体的。然后我们也跟台湾的那个赛事身心灵有一些老师在连接对接对，所以就是说也会邀请。当然现在因为是疫情的关系，我们比较不容易有那个实体课程。对，这个是过去我们都持续在邀请不同的老师来协助我们在做这方面的推广。前后多少年了？你们从开始这个这样子的身心灵辅导，就是从这边开始有多久了？有2年多了对，当然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像我之前开始比较多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诊所的一个环境在做咨商，然后那边也有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个课程。那这个 BDS Cafe 的这个心灵疗愈咖啡馆的设立，其实也是在提供一些民众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可以喝咖啡。他们其实也可以来到这边看到这些书籍，可能跟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疾病有关系的这个身心灵的这个书籍，他们可以看。或者是他们需要的话，就是从这边开始就是BDS 就是一直都有在做这个心灵的陪谈，或者是咨询这样的一个方面。
大概是2年了，就是从这边开始，就是会比较积极的在做一个个案的一对一的这个咨商的这个部分。OK， 这样我们来到这个采访节目的尾声，我们非常感谢那个蔡医生、BD姐荣幸是邀请到他们来为我们来讲解什么是身心灵，然后它跟我们一般常见的忧郁症、躁郁症，就是这些精神科的那个疾病，它有什么区别？然后也感谢他们通过分享个案来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去引导个案去看他们的问题。所以这边从刚才的对话当中，我们也知道说蔡医生跟 BD 姐是很呼吁说大家要去重视自己身边的一些小细节、小问题，像比如说一些关系中的委屈、无力感，这些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不是说小小的，就是不去理它就好，它可能到最后会引发成一个我们讲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比如说身心理上。然后来到节目的尾声，我想请他们2位来分享一下，来给各位大众一个建议，就是如何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先请 BD 姐。OK， 我这里建议大家比较容易了哈，是属于是叫做自己学习自我探讨，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在人能够把身心灵照顾的健康，能理解他人，与人和解，所以在家庭人际关系里边将会是和谐与美好。这样，我的蔡医生要讲。我大概再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身心灵。其实我们学习身心灵是回到我们心灵本质的一个平静、安静跟喜悦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从出生成长到读书学习，到我们成长，到我们工作，到我们结婚生孩子，我们的过程里面其实是说都是忙忙碌碌的，然后我们都不能够放松自己的然后放松享乐都好像有一点是比较不好的，以东方人、中国人的那个观念。所以我们其实是鼓励大家学习身心灵，是把我们心灵的地基把它打好。我们的心灵的地基其实是一个处于安静、稳定跟喜悦的状态。我们的上面不管外在的是多么的忙碌，我们的心是稳定的，是平安，是安静的，是喜悦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人在这么忙碌、这么竞争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这个心灵的力量，有这个心灵的这个稳定、安静、平安、喜悦的状态，我们的外在头脑才能够去创造更多、更美好的生活、跟环境、跟家庭、跟亲子各种的关系。然后身体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平安跟健康。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是在鼓励大家，就是回到身心灵的一个平衡稳定、安定、喜悦的这个状态。这个就是其实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真正追求的价值。不只是在头脑或者是在环境里面名利、权利。那个都会让我们很累那这个回归到平静、安静、稳定、喜悦的这种状况，其实是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练习跟学习的。这个很重要。OK， 谢谢蔡医生的建议分享。那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也感谢这2位蔡医生、BD姐他们受邀出席我们的采访活动。然后也告诉大家关于身心灵的一些知识。OK， 这样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谢谢。